如果把中国古代的帅哥美男集中在一起，先用颜值 PK 一下，潘安要是屈居第二，那冠军绝对会被人喷死。因为千百年来，无论是在话本小说还是戏曲舞台上，貌若潘安基本上就是对一个帅哥最高的评价。那么潘安到底有多帅？历史上的潘安又有着怎样的人生呢？今天我就跟你讲讲这个被誉为中国古代第一美男的传奇故事。其实潘安不叫潘安，这是一个被后人误读的名字。潘安本名叫潘岳，字安人，河南荥阳人，生活在三国之后的西晋时代。后来唐代大诗人杜甫在一首诗里提到了他，为了对仗押韵，把潘安人缩写为潘安。从那以后，潘岳就阴差阳错的成了潘安，他的本名反倒渐渐不为人所知了。那么潘安到底帅到什么程度呢？其实翻遍正史呢，也只有3个字：美姿仪，反正就是美貌气质和仪态并重。不过著名的《野史笔记世说新语》当中倒是记载了这个衣袂飘飘的美少年在洛阳定居那会儿，每次开着宝马出门，必然会引起交通堵塞。为什么？因为他的女粉丝实在是太多了，从8岁的小美眉到80岁老太太，只要听说偶像出门，学也不上了，广场舞也不跳了，都齐刷刷的跑过来围观，还一起向他的车上投掷水果，导致潘安永远满载着一车的水果回家。结果第2天出门，他更帅了。为啥？水果养颜每天靠着粉丝的打赏补充大量的 VC， 能不青春永驻吗？由此也诞生了一个成语典故，叫治果盈车。当时有个文坛大 V 叫左思的，长得那叫一个惨无人道。看到潘安的人气那么高，心想要不我也去逛逛，就算收不到水果，收点鸡蛋和菜叶也挺不错的。于是他也骑个电瓶车招摇过市。事实证明他不但长得丑，还想得美。鸡蛋菜叶没收到，最后收了一车的唾沫回家了。说到这里如果你认为潘安只是长得帅，那等于把他给看瘪了。人家可不是那种只有流量没有内涵的小鲜肉，他的才华在当时也是数一数二的。也就是说，潘安这个人不仅生得一副好皮囊，还写得一手好文章。他和同时代的大文豪陆机还被后世并称为潘江陆海。长得这么帅，文采又这么好，女粉丝还这么多，按理说潘安应该属于那种风流多情的文人骚客。可人家天天在万花丛中过，却片叶不沾身。在对待妻子这一点上，潘安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好丈夫。潘安的妻子叫杨荣基，出身名门，12岁那年俩人订了婚。据说当时潘家上门来提亲的时候，潘安翩翩美少年的大名早已是街知巷闻。这杨荣基的父母呢，就有点担心，潘安长这么帅，万一将来招蜂惹蝶可怎么办？没想到女儿是嫣然一笑，听说10个男人9个花，咱不如干脆找个帅的。结婚以后，潘安对妻子是一片痴心，别说是沾花惹草，出门见了女粉丝都直接当男人看。为什么？因为潘安有一句名言家里有了牛排，又何必去外面吃汉堡呢？也许是他俩太恩爱了，连老天爷都嫉妒了。终有一天，妻子先他而去，潘安悲痛不已，以至于妻子去世1年以后，他还深情难忘，提笔写下了3首感人肺腑的悼亡诗，其中开篇就让人肝肠寸断：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逸，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阁。潘安的意思是说寒来暑往，1年光阴就这么过去了，层层的土壤却将我俩阴阳两别，永远的隔绝了。真是诉不尽的恩爱缠绵，道不尽的相思惆怅。要知道，在潘安之前，中国的历朝历代
还从未有人写诗来悼念亡妻，是潘安首开悼亡诗的先河，这也算是他对中国文学的一大贡献了。杨荣基去世以后，潘安不再娶妻，对他的思念犹如沉重的石头，在他的心底砌成了一座思念的大厦，而他则是里面唯一的住客。从此后人就用潘杨之好来形容那种白首不相离的恩爱夫妻。在介绍潘安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悠悠的历史长河之中，美男帅哥如过江之鲫，究竟是什么原因却让潘安独领风骚，带着中国古代第一美男的光环流芳百世了呢？他英俊的外表和满腹的才华是一方面，而他与妻子生死不渝的爱情神话更让潘安的痴情和专一穿越历史的时空，跟我们现代人的三观形成了某种共鸣。原来王子娶了公主不仅仅是个童话，还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从此一生一世，哪怕阴阳两隔也矢志不渝。而潘安最终也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经久不衰的童话。